黄金狂飙创历史新高，号称说为黄金的比特币到底能不能扭转跌势，还是说我们真正迎来了熊市？今天这期影片我会帮大家拆解最新的技术面、基本面。最近的市场简直是冰火两重天。就在昨天亚洲交易时段，现货黄金价格已经强势冲破了10月份的高点，站上了4380美元每盎司的历史新天价，简直是开启了上帝视角，不断刷新人类对金价的认知。白银价格走势更加火爆，比黄金更加夸张，直接突破了69美元大关，刷新历史高位。这说明什么？说明现在全球资金进入了买进一切的模式，管它风险资产还是避险资产，全部都要。但是重点来了，我们回头看一下比特币。照理来说，比特币一直被我们币圈人称为数位黄金，在这种左右逢源的时候，比特币应该要跟着黄金、白银一起飞。可比特币却像泄了气的皮球，还在9万美元这个关口艰难挣扎。之前大家还在喊冲击10万，现在却连站稳9万都显得那么吃力。现在这个盘面就可以看到，比特币是正处在一段完整的下跌趋势的末端区域，而并不是上涨的初期。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先来看这一条下降的趋势线，也就是从126000的高点一路往下的这一条连线。这个趋势线是非常干净的，中间的每一次反弹呢，全部都有被这根线完美的压下去。这说明什么？就是说明日线级别的空头趋势到现在为止都没有破坏，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再来看一下价格结构，从126000这个高点下来之后呢，比特币是走一个非常标准的趋势性下跌结构，高点是不断的在创新低，那么低点呢也不断的在下移，最低点的话来到了80600的附近，这是一轮下跌段的一个阶段性低点。之所以价格并没有继续大幅度破位，而是在86000和9万这个区域内来回反复进行震荡，这一点是比较关键的。这是下跌之后的横盘震荡修复，并不是上涨。很多人看到横盘就开始幻想反转，但是日线里面下跌趋势的横盘就默认是一个中期结构。我们再看上 MACD。MACD 出现了一个非常典型的现象，就是它继续进行到之前的深度死叉之后呢，空头柱是连续进行放大的。那这是一个非常标配的趋势性下跌，而现在空头柱缩短了之后，开始翻绿了，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不是要起飞，而是下跌的动能是在衰减的，它并没有出现一个趋势性反转的信号，所以现在的状态是空头在主导，但是呢，进入到了一个休整期。重点来了，首先可能是最高概率发生的走势，就是继续在这里呢做一个横盘震荡。震荡一段时间之后呢，随后再向下去测试到80600的这一个附近支撑位，那甚至不排除会轻微的进行到跌破。为什么这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呢？因为日线的下降趋势呢，整体还是存在的。当然，反弹的高度的话依然比较低啊，这也是我们判断的依据之一。这种走势的话不是暴跌，而是默认，会反复的给你希望，然后又反复的将你打回去。市场真正让人亏钱的从来不是恐惧，而是希望。因为在恐慌的时候呢，大家都会选择不动，但一旦行情有希望的时候呢，大家就提前下注，放松风控，高估自己对市场的判断。而行情正好是利用了这一点，在当下行情，不管你是看多还是看空，有一件事情是可以确定的，这段行情并没有给出足够的确定性。我们唯一能确定的是，现在在洗盘的阶段。为什么这么说呢？低点有在逐渐的抬高，同时高点也在逐渐的抬高，你会看到有反弹、有压力、有支撑，这就是最典型的洗盘阶段。这说明什么？说明市场它并不是在选择方向，而是在反复试探人心，在磨练大家的耐心。在市场没有真正选择方向之前，市场一定要确定一件事情，就是有多少人在不确定性的行情当中忍住不动。所以你会看到给你波拉升，再给你波回调，如此反复。它本身的目的呢，其实不是在走趋势，而是观察大家的反应以及市场的心理预期。如果你在这个时候一着急，那这一段行情你已经被洗下车了。在这种反复给希望又迟迟不确认的行情里面，我更愿意的是等待确定性，而不是提前下注。那要等的确定性是什么呢？突破日线级别下降趋势线，不受日线级别下降趋势线的管制，突破之后回踩不破这个趋势线，再一次的反弹能够突破前高，那这种突破的行情就会更加有确定。我们再说上一些基本面的信息啊，那为什么黄金、白银都已经涨疯了，比特币仍然还在9万挣扎的？原因的话，黄金、白银大涨是因为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同时全球最大两个经济体美国跟中国都进入到了宽松周期，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受资金的追捧。论上这些因素的话，也应该是利好比特币，但问题出在了市场情绪当中。
比特币虽然有避险属性，但它目前为止还是被视作一种风险资产。大家看一下现在的恐慌与贪婪的数值，只有25，这代表什么？代表市场处在恐惧状态。虽然比起上周最低点时已经有所好转，但距离贪婪还差得很远，大家都跌怕了，手里的钱呢都抓得紧紧的，不敢轻易进行抄底。接下来这一段是今天的重头戏，我要引用区块链数据分析巨头 CryptoQuant 最新发布的一篇报告。看完这个报告的话，它其实抛出了一个直接的观点，比特币需求增长已经逐渐放缓，市场正在进入到熊市阶段。这个不是危言耸听，他们是拿数据来进行说话的。那为什么他们会如此悲观呢？主要有3个原因啊。首先，需求出现了断崖式的下跌。自25年10月初开始这股需求成长已经跌破了长期的趋势线。其次就是我们常说的3大引擎熄火了。那大家回想一下，之前推动牛市靠的是哪3股力量？第一，美国现货 ETF； 第二是美国大选的红利；第三是像威策略这样的企业买币潮。现在呢，这3股力量已经完全被市场消化光了。数据显示，第4季度美国现货比特币 ETF 持仓量减少了约 2.4 万枚比特币，连机构都在跑，这谁顶得住？最后呢，连禁语也在撤退。那些持有100到1000枚比特币的中型禁语，他们的地址增长速度呢也在放缓这就像是主力部队在撤退，散户呢还坚守前线。那为什么 CryptoQuant 给出这么吓人的数据他们认为这一波跌势止不住，中期的支撑位可能会看向7万美元，那也不排除会下探到 5.6 万美元的这个底虽然听起来很残酷，但是对于那些在9万、10万追高的朋友来说，这就是腰斩的痛现在的行情也只能给出2点建议那第一，对于做短线交易的朋友，短期要死死盯9万和8万8这2个位置，如果跌破了8万8，大概率继续往下走，在此之前不要去赌那个运气。第二，如果后面还有大跌的话，对于长线信仰者那 CryptoQuant 提到的7万甚至是 5.6 万，虽然听起来很恐怖，但或许是你未来定投抄底的绝佳机会。不过不管你是短线交易还是长期的信仰，千万不要急着加杠杆，一定不要去梭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如果还未注册交易所，可以通过我们的注册链接进行注册，享受全网最高手续费减免的同时，还可以参与新人福利、数字盲盒、体验金的奖励。另外，如果使用我们注册链接进行注册的观众，可以直接在我们的指标平台当中申请解锁 SYP 权限。该权限的话，可以让我们在指标平台当中观看任何想要看到的数据信息，帮助各位更好的发掘入场机会。也可以凭解锁的 SYP 申请我们仅为会员开通的 Telegram 群组。这里呢是专属的信号群，我们会每天分享开单信息，支撑阻力点位，清算关键位，让各位的收益更加透明化。另外提醒一下各位市场阴晴不定，还是要敬畏市场，减少开单，保护我们的本金。那我们的指标平台同时开设了独特的空投机制，每天打卡以及观看视频均可以有经验值的奖励。这些经验值的话，都将作为日后的空投凭证。我们正在积极推动空投计划，一定不会让你失望。针对我们指标平台升级，可能有部分观众也在 SYP 掉线了。我们在 T 区开设了关于指标平台的客服群，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可以随时提问，我们会耐心解答。感谢支持。在这里呢，也推荐大家关注一下我们在币安广场的账号，在这里呢是分享有价值的内容，真实的交易记录。那自己呢平时也多花点时间去币安广场发帖子互动感觉很可能会是下一个趋势了。